7月9日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6月中国汽车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，远超日本和德国，继续保持全球出口第一的地位。那么，中国汽车品牌到底在哪些国家销量排行第一？本期虎先生奇谈为您逐一盘点。2025年全球车企销量排行榜中，我们提到，比亚迪、吉利、上汽、奇瑞、长安、长城6大中国集团集体冲击全球前10。而很多观众会好奇，如今到底有多少国家中国汽车品牌直接拿下销量第一名？又有哪些市场中国电车垄断新能源赛道榜首？本期结合各国交通部、行业协会全年上牌数据，分全域市场、新能源细分赛道2大板块，清晰盘点中国车实现一国榜首的全球市场。首先，我们看全域市场，在这些国家，中国品牌拿下该国全部乘用车销量第一名。俄罗斯，中国品牌总份额 45%， 奇瑞单品牌全国第一。2025年，俄罗斯全年乘用车零售 130.6 万辆。欧美日系车企大规模退出后，中国品牌彻底接管市场大盘，全系华系车合计市占率突破 45%， 断层领跑所有海外车系。其中奇瑞以全年 28.6 万台销量登顶俄罗斯单一品牌销量冠军，市占率超 20%， 甩开拉达、现代、丰田、瑞虎 5X、瑞虎7、欧盟达燃油混动双线走量，本地化 KD 工厂覆盖全境，维修配件下沉到远东小城，性价比、空间、配置全面碾压同价位日韩二手车型。长城、吉利紧随其后，分列2、3位。整个俄罗斯乘用车榜单前4名全部为中国品牌，是全球首个完整被华系车主导的大型汽车市场。白俄罗斯，吉利汽车是该国乘用车销冠。白俄罗斯长期依托吉利本地组装工厂，整车本土化生产政策扶持力度极强。2025年，吉利全年上牌量占全国新车总量 27%， 稳居单一品牌第一。政府公务采购、出租车批量采购全部优先吉利车型。帝豪、星越、L、银河混动覆盖家用、商用全场景，本地配套产业链成熟，购车补贴、低息贷款政策持续倾斜。日系、德系份额持续萎缩，本地消费者购车首选中国吉利。新加坡，比亚迪是新加坡全国所有品牌销量总冠军。2024年，新加坡全年新车上牌 4.4 万台，比亚迪全年交付6191台，市占率 14.4%， 超越丰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成为新加坡全品类销量第一汽车品牌。2025年，比亚迪乘用车在新加坡销售11184辆，同比增长 80.6%， 全年市场占有率达 21.2%， 成为当地唯一单年销量破万的汽车品牌，连续2年夺得新加坡全品牌销量冠军。新加坡严苛碳排放政策、高额燃油车拥车证成本，倒逼市场全面转向纯电。比亚迪海豚、元 Plus、海豹、唐 EV 覆盖10万至40万新币全价位，充电网络适配、智能座舱、超长质保，精准匹配城市高端通勤需求。新能源细分市场，比亚迪市占率高达 43%， 近乎垄断当地电车赛道，也是发达国家中首个中国品牌拿下全域销冠的国家。乌拉圭，奇瑞是乌拉圭全国乘用车销量第一。南美小众市场，乌拉圭2025年华系车整体市占率 32.9%， 奇瑞单一品牌份额 16.7%， 常年稳坐全国新车销量榜首。当地国民收入偏低，主打平价家用代步需求。瑞虎系列燃油车售价仅为同级日系车型 70%， 养护成本低廉。本地经销商网点覆盖全境，丰田、大众、现代份额被持续挤压，连续5年奇瑞蝉联乌拉圭汽车销冠。巴拿马，奇瑞是巴拿马本土新车销量冠军。中美洲巴拿马汽车市场完全依赖进口，无本土车企。2025年，中国汽车整体市占 26.9%， 其中奇瑞凭借高性价比 SUV 矩阵拿下单一品牌第一。当地多山路多雨气候，瑞虎底盘通过性防锈工艺适配本地路况，燃油车型为主。混动逐步放量，美系福特、日系本田长期居于次席。哈萨克斯坦，奇瑞是哈萨克斯坦，同时也是中亚全域销冠。中亚最大汽车进口国哈萨克斯坦，2025年奇瑞全年新车上牌量超越丰田，现代登顶全国第一。国土广袤，长途出行需求强，奇瑞大空间 SUV、皮卡适配，长途通勤，关税优惠政策降低进口成本，
华系车整体份额突破 30%， 奇瑞一家独占过半。中国品牌销量。2. 新能源细分赛道，中国品牌拿下该国纯电混动销量第1名。这类市场传统燃油车依旧由丰田、本田垄断，但新能源板块中国品牌断层第一，是中国电车弯道超车的核心阵地，覆盖东南亚、拉美、欧洲多国。泰国，比亚迪在泰国新能源市占率 86%， 纯电、混动双赛道第一，东南亚传统日系大本营，过去丰田、本田市占长期超 90%。2025年，泰国新能源乘用车全年上牌 18.7 万台，比亚迪独占 86% 份额。新能源断层销冠，依托泰国罗永本地整车工厂，元 Plus、海豚、唐 EV、海豹本地生产，规避高额进口关税。2025年，泰国车展比亚迪订单量首次超过丰田，打破日系车企半个世纪垄断。虽然燃油市场丰田依旧第一，但所有新能源车型里，每10台电车 8.6 台来自比亚迪，是东南亚新能源绝对霸主。巴西，比亚迪在巴西新能源市占率 78%， 同时也是拉美电车第一。南美最大汽车市场巴西，燃油市场通用，丰田领先，但新能源赛道比亚迪一家独大。2025年全年新能源上牌 2.7 万台，比亚迪占 78% 份额。第2名雷诺销量不足比亚迪一半。海鸥宋 Pro 家用混动，比亚迪鲨鱼皮卡覆盖城市代步、乡镇货运。巴西总统官方选用唐 EV 作为公务座驾，本土化工厂落地后产能持续释放，是整个中南美新能源无可争议第1名。澳大利亚，比亚迪是澳大利亚纯电车型销量冠军。澳洲传统市场，丰田、福特、三菱主导燃油车。纯电细分赛道，比亚迪2025年全年交付 3.1 万台，超越特斯拉，现代成为澳洲纯电销冠。当地电价低廉，户外长途出行需求旺盛，海豹、唐 EV 长续航版本适配，跨州自驾，充电基建持续完善，中国电车增速连续3年翻倍。意大利，比亚迪是意大利新能源车销量冠军。欧洲老牌汽车强国意大利，2025年比亚迪纯电全年销量 2.1 万台，市占突破 10%， 稳居意大利新能源品牌第1名，也是当地唯一冲进新能源总榜前3的非欧洲品牌。小型海豚适配罗马、米兰狭窄城市道路，长续航海豹满足城郊出行，打破欧洲本土电车特斯拉垄断格局。智利，奇瑞加比亚迪在智利新能源合计是占超 90%， 南美智利是最早放开电车进口的国家，华系车整体是占超 35%。燃油市场日系领先，新能源赛道奇瑞平价混动，比亚迪纯电交替占据月度销冠，全年合计份额超 90%， 本土无任何电车品牌可抗衡。马来西亚，比亚迪是本地纯电销量第一。东南亚第2大汽车市场马来西亚，本土宝腾依托日系技术占据燃油大盘。新能源市场比亚迪2025年交付 1.4 万台，拿下纯电车型销量第一。免征电车进口关税政策助推海豚、元 Plus 快速下沉城市工薪家庭。单独提一下上汽的 MG 名爵，西欧多国中国品牌销量第1名。虽然 MG 未在任何欧洲国家拿下全国所有车型总销冠，但在中国品牌内部榜单长期霸榜西欧各国，是欧洲销量最高的中国车企。英国 MG 连续5年成为当地销量第1中国品牌，2025年全年销量突破12万台，混动 ZS 纯电 MG4 畅销，本土拥有100年品牌认知，市区小型电车适配伦敦通勤。比利时、荷兰、法国 MG 稳居中国品牌销量第1名，插混车型适配欧洲严苛排放法规，补贴政策加持下，性价比碾压大众，标致纯电车型。全欧洲范围，2025年 MG 欧洲全年销量 30.1 万台，所有中国品牌中排名第1，是中国车企深耕成熟发达市场的标杆代表。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中国汽车品牌在全球的销量格局。俄罗斯、白俄罗斯、中亚5国所有中国品牌整体是占 45% 以上，全面超越日系、欧系、美系，片区整体销量第一。东南亚6国泰、马、印尼、越南、菲律宾、柬埔寨，新能源板块中国品牌整体份额 52.8%， 区域电车销量第一。中南美巴西、乌拉圭、巴拿马、智利新能源整体是占 87.5%， 拉美电车完全由中国品牌主导。
中东多国、阿联酋、沙特、卡塔尔等新能源细分中国品牌整体销量第一，比亚迪、奇瑞、名爵三分市场。放在2025年全球车企销量大背景下对比，10年前中国汽车仅能在非洲、中亚小众国家夹缝生存。如今，中国汽车既有新加坡这种高收入发达国家全域销冠，也有俄罗斯、巴西这种亿级人口、大型市场全面领跑，更在东南亚、拉美整片大洲垄断新能源赛道。传统欧美日系车企依靠百年渠道、燃油机电守住多数传统市场基本盘，但新能源时代技术、产业链、性价比三重优势加持下，未来3到5年，会有更多国家出现中国品牌全国销量第一，彻底改写延续100年的全球汽车产业格局。